我們家已經住了11年，平時只儲存玄米，吃多少就現碾多少。早晨煮成一碗溫熱的胚芽米粥，晚上做成烤海蠻茶泡飯。新鮮米糠養成米糠床，醃出盛夏裡清脆的小菜。淘米水也留着洗菜澆花。把一份食材認真用好，也把一日三餐好好安頓。前幾天埋進米糠床裡的黃瓜，今天也醃到了剛剛好的時候。米糠醬菜的味道並不濃烈，微鹹，帶着一點柔和的酸香，也保留着蔬菜原本的清脆。我家平時只儲存玄米，吃多少就碾多少，這樣每一餐都能吃到現碾米的清香。早晨想吃一碗溫熱清淡的胚芽米粥，它比玄米柔軟，容易入口，又比精白米保留了更多營養。碾米剩下的生米糠也不是廢料，正好可以用來制作米糠床。冷水中加入鹽，一邊加熱一邊攪拌至完全融化，放涼備用。將鹽水慢慢倒入米糠中，調整濕度。用乾淨的手充分攪拌均勻，攪拌到這樣的濕潤程度就差不多了。放入木魚花和乾辣椒一起攪拌，增加風味。最初養床的幾天，埋入乾昆布和蔬菜邊角料，幫助米糠床慢慢發酵。用乾淨的紙巾擦淨合壁殘留的米糠，減少發霉的可能。蓋好以後，放在陰涼處保存。每天早晚各翻拌一次。從底部往上翻，讓表面和底部充分交換。每2到3天更換一次蔬菜邊角料，取出時將多餘的水分輕輕擠回米糠床。持續大約2周，等米糠床成熟，丟掉蔬菜邊角料就可以開始醃菜了。成熟的米糠床會有類似發酵乳或麵包的柔和香氣。把想吃的蔬菜完整地埋入米糠床。冷藏保存，每3天翻拌一次，只要認真管理，一盒米糠床可以陪伴很多年。我現在用不鏽鋼內膽的電飯煲，少了一些對塗層的顧慮。我喜歡直接用附帶的立糖內膽淘米，輕輕提起米和水就會自然分開，也不容易把米粒一起帶走。淘米水我也會留下來，靜置沉澱後用來澆院子裡的植物。讓一份水多一次用處，也盡量不浪費。等粥的期間烤個鮭魚。煮好的胚芽米粥細膩而微微稠潤，入口還帶着現碾米淡淡的清香。再配上鹽烤鮭魚和米糠黃瓜，簡單的一餐也有自己的滋味。好好吃飯不一定非要準備得多豐盛，把手邊的食材認真用好，也會有屬於它的分量。
今晚想吃烤海南茶泡飯了。把玄米现碾成精米，淘米水正好用來清洗蔬菜，洗去表面的泥土和雜質。一粒玄米的每一部分都能物盡其用。晚飯選了低糖模式，讓一部分糖分隨着米湯分離出來。烤海鰻的頭也不浪費，留下來一起熬高湯。今晚搭配的小菜是米糠醃茄子和黃瓜。剛煮好的精米潔白透亮，米粒柔軟飽滿。分離出來的米湯沉在鍋底，也帶走了一部分糖分。烤海鰻茶泡飯有2種吃法。第一口先不加湯，直接配着吃，可以嘗到米飯的清甜和鰻魚微微的焦香。另一種是在米飯上放上烤海鰻、三葉芹和紫菜，添一點芥末，倒入熱高湯。高湯浸開烤海鰻的鮮香，三葉芹與紫菜帶來清新，溫潤清爽而不膩。きゅうりが一番好きなんよね。発酵食品の香り。何俺の話を聞きに来た。把每個食材和器具認真用好，把一日三餐好好安頓。好好吃飯，也好好生活。